大家好，我是议员。久违的策划直通车终于来了。其实7月下旬是有出策划直通车的，但是里面的内容都是一些废话，所以我才没有做到7月尾的策划直通车。那今天我们看的是8月初的。首先第一个问题，建议联盟总动员活动进行优化，比如可以设置一个自动刷新的功能，由联盟盟主或者官员开启后积分比较低的任务将会自动刷新，或者可以减少一部分低分的任务。那我老实说，这个联盟总动员呢，我觉得算是一个废的活动吧真的没有什么用处的。唯一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会有给一些金头箱子，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统帅然后开箱，我觉得这点还算不错。之外呢，其他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了吧。不过刷新任务确实是有一点烦了，我觉得不应该限制只有联盟盟主或者是官员才可以更改吧，因为他们刷新之后还是有一段冷却时间的，并不是我们马上就可以更换任务去选择做。像这个自动刷新功能，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官方答复已经收到执政官提出的建议，我们近期也在针对联盟总动员后续的优化进行讨论，会将此建议纳入考虑范围中，请期待未来优化进展。我认为联盟总动员优化的可能性是还蛮大的，毕竟这个更改也不需要花太多的人力。重点是反而优化了可以促进官方的收入，毕竟你们要报兵啊，要训练之类的，还有一些任务需要你去买宝箱或者是花费宝石的啊，这种才有收入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策划他们是很愿意去更改这个东西的。第二个反馈，建议执政官页面显示失落之地击杀数据，可以更明晰一个玩家真正的战斗力。他的意思可能是说，我们在失落之地打的数据跟在王国打的数据要分开，因为有一些玩家他们可能会在自己王国里面会刷分啊，或者是清零某一些玩家，导致他们的击杀数据就比较高一点。这种数据我们一般都会说是虚数字，但是要这样子强行分开，我觉得会有一点为难官方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有列出 T1 到 T5 的击杀数了，如果再分开另外一个失落之地版本，这点他们可能不太会接受。策划答复建议收到，目前我们暂时不考虑在整个赛季过程中对所有执政官都展示击杀数据。这一决策的初衷是为了避免所有执政官在整个赛季过程中过于专注击杀数量。我们希望失落之地的体验不仅局限于那些获得大量击杀数的执政官，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不同角色的执政官能够通过参与精彩的战斗和王国建设而获得成就感和丰富的游戏体验。很难得看到策划说出这么人性的话我还以为他是讲哇，你们杀越多越好，我可以赚越多钱。那确实的，我觉得击杀数并不能衡量这个玩家到底能不能去打仗，能不能去玩这个游戏。如果你们有实际去玩这个游戏的话，应该也知道那些剑骑的玩家、阿斯官员盟主，他们的击杀数可能会比较低。为什么？就是因为花时间在其他的地方，比方说布局旗帜、指挥帮忙剑骑飞城过去建要塞，从而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拿到更高的击杀，甚至驻防玩家也是没有办法获得大量的击杀。我觉得大多数的玩家都是打野仗的玩家，所以你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感受。那等你们去做他们的职位的时候，就知道到底有多辛苦了。不过下面策划还有补一句，同时我们也增加了赛季末的击杀和其他行为的排行榜。在赛季末，对于整个失落之地内击杀比较靠前的执政官，我们会展示其击杀的具体数值和排名，来展示其整个失落之地做出的贡献和努力。策划所说的就是这个列表，你们在打完 KVK 之后就可以看到了。第三个反馈，这个东西呢，其实跟我们之前讨论600个玩家报名是有关系的。建议设计限制王国名单参与失落之地的规则，不在名单内的玩家不能进入失落之地，因为有时候劣势王国可能一直在官司，如果有不参与 KVK 的玩家捣乱，进入官司还是会影响体验。但是这个玩家提出的反馈呢，是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不会想到，当我被锁厕所的时候会被造成困扰，而是我打 KVK 的时候会被造成困扰吧。所以这个玩家给出的反馈还是蛮稀奇的。策划答复，关于匹配相关的议题，目前正处于执政官反馈收集与设计思路探讨阶段，关于此问题相关建议，我们也将汇总起来进行综合参考。这个问题我之前有讲过，他们是有找我们去开会的，所以他们应该还在进行中，还在讨论着。那我觉得国服的情况要改这个问题是比较难一点的，毕竟有蛮多的先锋王国还是有仗打的。那我觉得可以先从国际服下手。那各位是国际服的玩家应该也知道，其实有蛮多个先锋王国已经有遇到留局的情况，已经有好几次没有办法匹配成功了，所以我觉得官方可以先从国际服下手。如果国际服实践的还不错的话，再考虑要不要进行国服的更改。第四个反馈，建议加多个阵营频道聊天，比如像申请同盟的联盟很难联系上，可以在这个阵营聊天中沟通。
那可能有些观众不了解这个多阵营聊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不是已经拥有了一个吗？但是我们现在拥有的是军团。那跟各位解释一下，所谓的军团就是以我们自己在同一个阵营里面的联盟组合起来变成军团。那这个玩家所反馈的就是我们通过外交跟其他的阵营合作所建立出来的聊天频道，他说的是这个东西。或许这个东西在早期可能没有什么用到，但是你可能进入到了关卡期、黄庭左右，就需要跟阵营盟友沟通。那我觉得开发这个东西也是可以接受的。策划答复建议收到，我们将进行相关功能开发，敬请期待。所以这个东西是已经确认了会开发。第6个反馈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反馈，建议重新设计远程单位，工程车不应该是一种杀伤性武器，只能采集感觉不合理，并且远程统帅的强度弱于工兵、骑兵、步兵，这显得非常不平衡。建议定位是近战脆皮，但远程伤害高。我们先看一下策划答复，感谢您的建议。我们正在重新审视雁行阵的使用体验以及远程统帅的强度。接下来我们会探寻一系列的方案可行性，尝试解决远程存在的问题。这些可能的方案包括且不限于让佩戴雁行阵的部队更容易操控，平衡玛格丽特和巴布尔的强度，重新规划远程相关争议属性的生效范围等。我们设立远程统帅的初心是为了丰富执政官的玩法策略，为战场带来更多变化，所以我们接下来将会谨慎考虑调整远程统帅，有确定修改方案后将第一时间与执政官沟通。那么老实说，我对于远程的评价呢，真的不觉得他们是一个废物，只是玩家需要一个适应时间。毕竟远程不是一开始就有出现了，所以玩家可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新的东西。再加上2个远程统帅都是第一批统帅，它的强度并没有这么夸张，才会显得远程是多么的鸡肋。不过我之前的影片有说过，其实在960有一个玩家他是用远程来打架的，那么其实他出来的报告还可以接受，甚至可以说他的报告是赚了。并且在我这一次打 KVK 的时候，也有发现到我的盟友他也是用远程来打架。哇，谁带这个？哇，牛逼哦！我看错吗？喂，真的有人带远程！哇，这个牛逼哦！哪看到吗？站在那边狂射啊！各位，你们看到了吗？哇，这个我要加一下他好友哦。并且那天我是真的跟他要到报告了，你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报告。那你们看到这边的报告其实是有赚有亏的，但是你们不知道的就是他的巴布尔跟玛格丽特是完全没有觉醒的，在没有觉醒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打出有稍微赚一点点的报告。那可能有一些观众不相信，所以我们点开他的争议查看，这里你们是可以明确看到他的巴布尔跟玛格丽特是完全没有觉醒的。然后下面工程车的争议提升，这里的争议还没有提升到很离谱的境界，只是一般般而已。这是他当天用的装备全部紫色，这是他用的军器。那我原本以为工程车的军器会比较容易拿，没有想到也是很难拿的。所以严格来讲，工程车确实是可以玩的。它被限制的地方主要是在于带的兵种是工程车，跑得比较慢，还有它的操作必须要建了之后还要等拆，并且会造成自己反伤，所以玩家不买单而已。但是我觉得官方会限制这些问题呢，主要是因为怕远程太过强大，所以我认为有限制并不是一件坏事。至于统帅方面，我觉得巴布尔跟玛格丽特是第一代的远程统帅，所以我们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不过我希望官方他们可以对远程方面多下一点功夫。我个人觉得开发多一个新的兵种不是什么坏事情，而且有更多不同的玩法。或许是真的有玩家他们喜欢玩远程呢，就像我只是玩骑兵而已，也是我的玩法，所以我还是很期待官方未来开发远程的。第6个反馈建议可以增加皮肤幻化系统，保留本身属性的情况下，外观可以幻化成别的好看皮肤。原因是目前皮肤虽然多，但是适合自己属性的皮肤就那么几个，白白浪费很多好看的外观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啦。策划答复建议收到，我们将继续留意相关玩家需求，把幻化纳入相关讨论议题中，有结论将与大家同步。有相关需求的执政官也可在文本留言区提出你的观点。那我觉得皮肤外观这个东西其实有利有弊啊，因为有时候我会通过皮肤外观来去判断这个玩家到底是玩什么兵种所以他改变了皮肤的外观，我不认为也算是完全的好事。就比方说我们要清零一个玩家，我们可以通过皮肤看出这个玩家是用什么兵种的玩家比较多。虽然现在大部分玩家都是用日弱皮肤啦，但是有一些玩家他们还是会用专属的皮肤，所以这个问题就开放给各位讨论，你们认为要不要幻化会比较好呢？
第7个反馈建议将结盟势力入驻的支援点的楚头颜色做个转换，现在结盟名字会变成橘色，希望入驻支援点也变成橘色，和敌人的红色楚头区分开。策划答复收到，后续我们将开发相应的功能以满足执政官的需求。那么这个只是细节的小改动啊，所以这边就不说明，跳过。最后一个反馈建议后续新统帅设计上能够参考新版黄金之国祝福的机制，如羁绊的联动技能，不同统帅之间的技能联携造成更优势的结果，这样可以引导玩家野战队列分配上，加强对于主系兵种队列搭配凑技能羁绊的思考。策划答复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在未来统帅设计中，我们将会类似思路纳入考虑，拓展新的机制，让统帅基于不同战斗风格有更丰富的搭配策略性，从而获得更丰富游戏乐趣。这个东西其实在其他的游戏里面早就有出现过了，比方说你用哪一些统帅搭配在一起的话，变成一族，然后它有不同的功能生效。那么其实万国觉醒里面也是有类似的功能啊，但是只有限制于吕布跟貂蝉而已。像吕布的技能它就有写到，如果是有搭配貂蝉的情况下，攻击力就会提升 120%。我个人觉得这个设计其实还是蛮不错的，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一些玩家会反对，因为你这样子设计的话，就变成我必须要强制练哪一些统帅。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开放给各位观众，你们觉得这样子的羁绊关系会比较好吗？还是根据现有的统帅设计就好？假设设计了这个羁绊关系，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蛮有趣的。就比方说像中国统帅全部在一起的话，又有不同的效果。现在不是有希腊统帅吗？全部希腊统帅放在一起又有不同的效果。又或者是在同一个历史，比方说曹操、吕布、貂蝉、关羽、诸葛亮，这几位统帅都是出现在三国的。或者是有关系的，比方说现在的查士丁尼跟狄奥多拉两个是夫妻关系，查理曼跟查理马特是祖孙关系。以上就是8月初的策划直通车反馈内容。至于各位观众看了之后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